梁少微笑着看向我，他的目光中透露着一丝温柔和关切。韩寒，我送你回家吧。我心中涌起一股甜蜜的感觉，但又有些犹豫。虽然他提出要送我回家，但我却略感害怕。或许是因为我内心深处的不安，我不想给他带来麻烦，而且时间也不早了。我试图保持冷静，轻轻摇了摇头。没关系，我可以自己回去。太晚了，你早点回去休息。他点头。好吧，那你回去路上小心。我微笑着点了点头，转身准备离开。但就在这时，一阵微风吹过，我突然感到有些寒冷，不禁打了个喷嚏。梁少迈开步伐，快速地脱下外套。给你吧，别着凉了。他将外套轻轻地披在我的肩上，这个动作仿佛似曾相识。看电影时已经一次，现在是第二次了。我不禁感到好笑，开玩笑地说：“结果你的外套都是我在穿，那我要怎么还给你？”下次见面再还给我就好。下次，意思是说他还想和我见面吗？我藏不住的开心，一阵心动。谢谢你今天陪我，我真的很开心。他的眼中闪过一丝柔情，微笑着点了点头。不客气，我也很开心。回家小心。他轻轻地摸摸我的头。我和他道别后，走了不同的方向。走了一段路之后，我忍不住回头看他，发现他也朝着我的方向看住。我用力地向他挥手，他也给了我一个大大的回应。我指了指我要转弯的方向，再一次的真正和他道别。我真的可以喜欢他吗？我真的可以也觉得了他会喜欢我吗？脑中全部都是今天和他在一起相处的细节，好想好想，时间就这样停止，我就可以永远这样幸福快乐。在某个普通的直播日，我像往常一样来到了梁少勋的直播间。直播开始了，观众们陆续进入，聊天室里弥漫着轻松愉快的氛围。就在这时，一个新的观众引起了我的注意，他的 ID 叫做楚楚，他的头像照片散发着一种妩媚动人的气息，仿佛是个走红毯的名人。我心中不禁涌起一丝羡慕，毕竟自己和他相比，简直就是天壤之别。而且他对梁少勋的支持也相当慷慨。在接下来的直播中，楚楚表现得十分活跃，不仅频繁地发送礼物，还不时在聊天室里表达对梁少勋的喜欢之情。我看着聊天室里那些充满羡慕和赞美的文字，心中不禁有些酸楚。后来的好几天都有楚楚的身影。梁少，你今天真帅气。楚楚的留言突然跳了出来，我不由得皱了皱眉，心中泛起一丝不悦。梁少笑着点了点头，谢谢楚楚，你喜欢就好。我看着荧幕上梁少的笑容，心中涌起一股酸楚的情绪。或许是因为对他的喜欢，看到他和别的女生有互动，总让我感到有些不开心。梁少忽然说道：“今天我要特别感谢一下楚楚，她已经连续几天成为了我的榜一，一直以来给予我很多支持。”我不由得紧紧咬住了嘴唇，心中涌起一股烦躁的情绪。我知道这只是工作中的一部分，但我却无法控制心中的不快。我想了很久才回复道：“是啊，楚楚很厉害，对你的支持也很多，是你的忠实粉丝。明知道有更多人的支持对他才是好的，但就是忍不住吃醋。但我又有什么身份吃醋呢？”就在这时，梁少勋突然提到我：“韩寒，你也是我的忠实粉丝，也要谢谢你。还有其他的老粉丝们。”他一个一个的唱名，我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酸楚，但又觉得自己无法明言。在聊天室里，我努力掩饰心中的不快。楚楚不仅经常送出大量的礼物，还会直接表达对梁少勋的喜爱。在直播中，他总是赞美着梁少勋的一切，而我却只能默默地坐在荧幕前，看住他与楚楚的互动。我的心情变得有些复杂，虽然我也会支持他，但我本就薪水不多，也没办法天天支持。我不禁开始怀疑自己，会不会他更喜欢楚楚这样的女生呢？而我本来也就只是一个普通的观众，注定只能站在远处默默的观望。直播进行到一半时，楚楚突然说道：“梁少，你最近有没有时间？我们可以一起出去吃个饭，好好聊聊。”梁少勋像在思考，然后回答道：“不然，为了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，我们办个线下的聚餐吧。”我的心情陷入了沉寂，看住梁少勋与楚楚的对话，我感到一阵无奈。他为了楚楚要办线下见面会吗？直播结束后，我沉默地离开了荧幕前，心中充满了无尽的落寞。或许这一切只是我的一厢情愿，他对大家都很好，我也并不特别。或许我和他只是一个平凡的观众，和直播主之间的故事永远都不会有什么结局，永远都会有人喜欢他，
而我仍然只是不起眼的人，过一阵子就会被忘掉了吧。线下聚会他也邀请了我，因为我有订阅支持他，还有其他也订阅支持的粉丝朋友们，加上梁少，总共12人。在线下聚会的餐厅里，粉丝们热情洋溢，气氛热烈。梁少勋坐在餐桌的中央，一旁是楚楚盛装打扮的容颜，令人眼前一亮，而我则安静地坐在他们的对面。这是我第2次见到他，他的成长让我感到欣慰，但心中也不禁涌起了一丝复杂的情感。我默默地看住他，不时地投去欣赏的目光，却不敢表现出自己的心情。楚楚的出现让我心中如鲠在喉，她的美丽让我感到自卑。我和她之间相差太远，无法与之匹敌。我努力压抑心中的嫉妒和羡慕，但也不知道掩饰的好不好。梁少勋不时地与粉丝们交流，笑容满面，而楚楚则时不时地在他身旁投以媚眼，显然对他的喜爱不言而喻。我默默地看住菜单，不时注视着他们之间的互动。突然，楚楚开口说道：“梁少，你今天看起来真的很帅。”梁少勋微微一笑，谦虚地说道：“谢谢楚楚，这都是因为你们的支持。”我不禁心生嫉妒，却无法表现出来。我努力压抑心中的情感，努力让自己看起来平静自然。楚楚坐在梁少勋身旁，优雅地翻阅着菜单，一边时不时地投以迷人的微笑。他的举手投足都散发出一股强势的魅力，令在场的其他粉丝们都为之惊艳。梁少，你看这个菜怎么样？楚楚指着菜单上的一道菜向梁少勋询问。梁少笑着回答：“这个菜应该挺不错的，我们可以试试。韩寒，你要吃什么吗？”他抬头看我，我都可以，看大家就好。我勉强地笑了笑。楚楚的目光在梁少脸上停留，眼神中充满了魅惑和赤裸裸的喜欢，其他人都看在眼里。你们2个俊男美女真的好配。其他的粉丝说：“真的吗？我也这样觉得。”楚楚笑了起来，优雅又有魅力。梁少没有回话，只是温和地笑一笑，而我却默默地坐在对面，心中充满了复杂的情感。我不敢发言，只是默默地观察着梁少勋和楚楚之间的互动，心中感受到一丝无奈和失落。梁少勋微微一笑，却似乎看穿了我的心思，他朝我眨眼，果然还是被他发现了。我感受到他的温暖和安慰，我默默地注视着他，心中泛起了一丝暖意。楚楚的主动让我心中感到一丝自卑和无助。我看着梁少勋和楚楚之间的互动，心中充满了嫉妒和羡慕。这样的女生，换作是我也会喜欢，又有哪个男生会不喜欢呢？我努力压抑住自己的情感，不让自己表现出来。我不敢开口，也不敢看住他们的眼睛，害怕看到他们之间的亲密。我拿出上班时的状态，戴起平时面对外人的面具，艰难地吃完了这顿饭。明明看见他很开心，可是又感觉好像有什么东西悄悄地在流失。或许我不需要去羡慕或嫉妒，只需要静静地守护住他就足够了。可孤独的感觉仿佛又一次占据我的心，我好害怕会失去他。明知道这样会给他造成困扰，也不想要他因此为难，但我就是会不由自主地往后退。因为害怕失去，所以乾脆自己先退出，或许就不会那么痛了吧。在回家的路上，梁少勋敏锐地察觉到我的情绪有些不对劲，他细心地问道：“韩寒，你怎么了？有什么不舒服吗？”我沉默了一会儿，轻声回答道：“没有了，可能是今天太累了。”梁少勋有些不放心地看住我，但最终还是相信了我的话，没有再多问什么。回到家后，他们各自回到了自己的房间。杨子涵坐在床上，手中拿着手机，开始给梁少勋发消息。杨子涵故意避开了刚才在餐厅的场景，开始一个劲地称赞楚楚，夸奖她的美貌和风采，表达楚楚和梁少勋很般配。梁少勋在收到这些消息后，有些诧异。梁少勋对楚楚的想法很纯粹，没有其他情感。梁少勋有些疑惑地回复道：“韩寒，你真的这样想吗？”杨子涵在看到这条回复后，心中一阵复杂。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样夸奖楚楚，也不知道为什么要隐瞒自己对梁少勋的真实感受。杨子涵只回复一个简单的“嗯”，然后就尴尬地放下手机，呆呆地看住黑掉的手机荧幕沉思。而梁少勋在看到这个回复后，心中也充满了困惑，还有些难过。他不知道杨子涵心中到底在想些什么。梁少勋感到非常失落，但又不知道该如何表达自己的感受。
或许自己也造成了杨子涵的困扰。在误会和困惑中，两个人之间的情感仿佛被一层薄薄的迷雾笼罩着，让彼此之间的距离变得更加模糊和遥远。如果喜欢今天的故事，再麻烦订阅、按赞、留言、分享，并记得开启小铃铛。这里是图说故事录，我们下次见。